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朋友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，出门的时候呢，喜欢带热水喝？这个保温壶啊，挺好的，在我们家呢也4、5年了，我一直用它哈，到现在还是很保温。但这个壶有一个缺点，就是特别大，然后吧，设计的也是光不出溜的，不太好拿。如果要盛装它的话呢，也需要一个特别大的包来装它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它做一个套。现在我把它给套上了，它呢是这样子的。我在水壶套上做了一个把手，这样子呢就能倒水喝了。包口的位置呢装了低字扣，水壶呢就能单独背起来了。今天分享的制作方法适合大小不一样的水壶和水杯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。咱每户人家的水壶呢大小都是不一样的，那今天分享的方法呢都是适用的啊。首先呢，我们来量水壶的尺寸。那我们从这儿量到这儿，因为这儿呢是个盖子哈。这儿呢是23厘米，然后呢我们再量一圈的长度哈，28厘米。那23乘以28这个尺寸呢，我们剪出一块铺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在铺棉上画出水壶的底。然后呢，我们把铺棉剪好，烫在面料上。我把铺棉烫在了面料上边，放了1厘米的缝缝哈。这个呢是面子一份，里子一份。这个是底部的那个圆哈，也是面子一份，里子一份。在面子上呢，我做了一个拼色。那这块呢是印花全棉的面料，这个是纯色的全棉面料。这是水壶套抽绳部分的材料，它呢长度30厘米，宽度呢15厘米。这个30厘米呢是根据面子材料来的哈。接下来呢还需要一根提手，这根提手我已经做好了。做好以后呢，长度是19厘米，宽度呢是3厘米，还需要2颗低字扣和一些织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动手制作了。首先呢，在面子材料上车上提手哈，这个呢是中心线，我们在中心线上面画上提手，两端呢各车一个方框。提手呢固定好了，现在呢我们把正面折在里边，把侧边给车上，然后呢装上它的底部。面子的侧边和底部组合好了，我呢把面子翻到了正面，用同样的方法，我把里子也做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做抽绳部分。我们把抽绳部分的材料对折，然后在这儿车一条线，上面的留3厘米不要车。这条线呢车好了，这儿3厘米呢没有车上。接下来我们把缝缝向里折叠，然后呢缝缝熨烫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在两侧的缝缝上边各车一条线，2条线呢车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在这一端就是刚才没有车上的3厘米，折叠2次。第一次呢折叠下来5毫米，第二次呢折叠下来1厘米。然后呢，我们熨烫一下，熨烫好以后呢，这样子车一圈，我们把抽绳轨道给做上，一圈呢车好了。现在呢，正面是这样子的哈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抽绳材料搁到里子材料里边，搁平整以后呢，我们这样子车一圈，把它们组合在一起。里子和抽绳部分呢连接在一起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它和刚才做好的面子材料组合在一起哈。组合之前，我们的面子材料的毛边呢向里烫进去一个缝缝，然后呢，我们把里子材料搁到里边，搁好以后，我们包口车一圈。那车的时候呢，记得带上低字扣。一圈车好以后呢，咱们这个水壶套就做完了。那我呢把水壶已经装上了哈，包口抽紧以后呢，效果是这样子的。我在这儿装了个低字扣，那咱们装上背带呢就能背起来了。以上呢就是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内容，请您点赞加关注。加了关注以后呢，您就不会把我给弄丢了。咱们下期再见。